第23章，单回来了。陈斌，你他妈的恶意抢单！温小兵冲着电话吼道。我很冷静道，对，我恶意抢单，但是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他妈去告我啊，去周光华那里搞举报啊！温工，您是老员工，是肖工，我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预名单就是抢单制度，还需要我来教你吗？我是一让苏雪娇开车，我人仰躺在车上，将脚架起来，我们的车就围着三合场周边转悠。我看到温小兵气得直跳脚，他旁边的陈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还是不甘心，准备要进去确认。我道，温工，你可以进去见一见梁总，梁总一定会因此对我们公司的服务和专业印象更上一层楼。当然，单是我签的，我卖域名的风格你清楚，肯定都是卖10年的，我就是个小小的商务代表，你肖工出马说不定能够把域名再卖10年出去，从2014年卖到2024年，我预祝你成功。温小兵绝望的道，陈兵，你他妈跟我玩阴的是不是？我他妈玩死你！我嘿嘿冷笑，声音陡然拔高道，温工，你们他妈的阴我们8部的单还少吗？你可以告诉陈平，你们3部和1部做了除1，我们就能做15。操！我说完，啪一下就把电话挂了。然后我看到温小兵和陈平两人在场门口崩溃，陈平终究还是不信，他一个人拎着包进了场。只过2-3分钟，他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萎靡的。我给马从静发了2个字：8000。马从静回我：速归 ZXR。我从龙华回福田，坐在公车上，想着今天这一天的惊心动魄，心情还是不能平静。我把包放在膝盖上，似乎鼻端还能嗅到血腥的味道。商场如战场，残酷而血腥。今天这8000块钱，我可以说是从温小兵和陈平手中抢过来的，赤裸裸的就是抢的。这8000块我可以得到1604年的收入水平，1600已经相当于深圳工厂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了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抢了我们8部好几张单，我不过是报复而已。我能报复，因为我够狠，所以要生存首先就要够狠。和我们小时候受的传统教育温良恭俭让是背道而驰的。我回到公司，马从静出奇的低调，但是部门的兄弟们已经收到了消息，看他们的状态一扫之前的颓势。过了今晚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，决战的时候到了。最后的决战反而宁静，各部门早早都下班了，但是这种宁静的背后，在滚滚的夜幕的笼罩之下，不知有多少暗潮在汹涌。马从静请我到豪上豪吃饭，我知道他肯定有安排，所以并不急于说话。你比温小兵还差多少业绩？目前应该差13000。不，刚刚下班之前，他的业绩增加了9000，你们的差距在22000。我皱了皱眉头。马从静道，你不用去想公平的事情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公平，从来都没有。温小兵身边有很多朋友，这也是他的本钱。你既然选择了和他拼，那就不要怕，干就得了。我点点头。老马，最后一天你给我一条明路，我豁出去了干了。马从静盯着我道，黄金锁业的单如果给你，你能有把握干下来吗？啊！我惊呆了。黄金锁业是一部保护的单，温小兵怎么可能把这个单给我？不可能！你不要那样看着我，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，如果给我，我有90%把握。马从静道，你至少要把这个单做到22000以上才可能战胜温小兵。我点点头，如果我能去谈，我可以做到。马从静没说话，拨了一个电话，这个单我换了。他对电话那头说道。他挂了电话道，保护系统里面的单有个交换机制，只限于经理之间可以操作。黄金锁业对1部没有价值了，因为高燕亲自去了人家公司，铩羽而归，所以1部把这个保护单换了出去。我现在把这个单重新换回来给你，这是我最后能帮你做的工作了，剩下的就只能靠你自己。我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我知道马从静说的轻巧，但是这背后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他是空降的经理，谁会轻易和他做交易？黄金锁业的情况很明显，这就是温小兵从我手中抢过去的单。公司稍微消息灵通一点的人都明白，在这种局面下，1部是绝对不会让这个单回到8部的。马从静偏偏做到了这一点，我估计这背后肯定有周光华的影子。老马，谢谢你了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黄金锁业明天我豁出去拼了。我道，拿下黄金锁业，我也可能干不过温小兵，但是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，我要和他干到底。马从静嘴角微微翘了一下，忽然道，要不给丁兹打个电话，约他出来坐一坐，大战之前要懂得放松，一张一弛。文武之道，噗，我直接要倒了。说句实在话，在博越公司上班开始可能壮阳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效果可能相反，尤其是最近4-5天，我每天都在极度的刺激和紧张中度过，脑子里全是业绩，全是钱的事情，男人和女人的那点事，我他妈连念头都没有。怎么了？怂了吗？怂个屁啊！我他妈现在嫦娥我都不想约，我只想马上就天亮，然后我好去龙华沙丹去。完了，我把你给整偏了，你对女人都没兴趣了，是我害了你啊。马从静道。我哈哈一笑，
脑子里一下就想到了宋果。曾经我对宋果付出那么多，如果他愿意，我甚至心甘情愿的付出我的所有。但是现在，我已经失去了以前的纯真和美好，我变得功利而现实，冷酷而冷漠。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再那样执着认真的去对待任何一份感情了。当下，感情对我来说是奢侈品，我还消费不起。我的头等大事依旧是挣钱。